随着对战开始，小拉达如同机器人一样迅速动了起来。小拉达是非常常见的精灵，数量并不比独角虫少，也是不怎么受训练家青睐的一种精灵。但相较于独角虫，还是有着种族值上的优势的。而且单从速度看，小拉达的速度明显就比独角虫快不少。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没有训练家指挥，呆板的战斗和使用招式。沉住气，别忘了我教你的，仔细观察，不要慌。独角虫是第一次对战，看到小拉达的速度那么快，一下子就有点慌了。但听到夏燕的声音，仿佛就回到了训练的时候。夏燕的存在让他沉下了心，身体伏在地上，小眼睛紧紧盯着小拉达。突然的，高速跑动中的小拉达方向一转，朝着独角虫猛地冲了过来，瞬间缩短两只小精灵之间的距离。不要冲动，沉住气，沉住气。夏燕眯着眼睛，小拉达的速度很快，独角虫想紧依靠闪躲，成功率太低。独角虫低低喊了声，给自己打气。就是现在！就在独角虫的移动刚刚结束腾挪，短暂的保持前进的方向，轨迹变得简单时，吐丝！一抹亮白色的丝线从独角虫的嘴里吐出，提前预判拉达的前进方向。粘黏性极强的丝线准确地缠绕在了小拉达的脚上，令他的脚步出现了很明显的踉跄。但小拉达却仿佛没有意识一般，磕绊了下后继续前进，只不过相较于之前速度明显慢了很多。再来！随着夏燕的命令发出，看到小拉达速度降低，更有自信的独角虫再次吐出丝线，毫无疑问的还是成功命中小拉达。跑起来！小拉达的速度经过2次减缓后，在独角虫的眼中威胁就没那么大了。卯足了劲儿，独角虫开始跑动。跑步的训练让他对自己的速度有足够的认知，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小拉达的冲撞。毒针！独角虫头顶亮起紫色光晕，3根带着紫气的毒针飞速射出。趁着小拉达就力已去、行力未生的阶段，毒针齐齐地没入他的后腿。但令夏燕感到有些不适的是，明明中了攻击，这只小拉达却仿佛痛觉一般，只是默默承受了毒针的冲击后踉跄了下，就立刻调转身体，再次锁定独角虫。没有带来中毒效果，但脚步一瘸一拐。忽的，小拉达的身上猛地亮起白光，速度激增，电光一闪，急速地逼近独角虫。继续吐丝！夏燕却很淡定，如果以小拉达的速度，在一开始就施展电光一闪，独角虫可能就必须承受一部分。可现在2次吐丝限制了他的速度，毒针更是让他的后腿难以发力。这种情况下的小拉达，属实难以给独角虫造成多大的威胁。丝线进出，线头粘在了小拉达的身上后，他的电光一闪被硬生生地拉扯住。紧接着，跑动，彻底限制他。随着夏燕的命令，独角虫迅速跑动，嘴里的丝线不断，以小拉达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将它围了起来，直至彻底包裹了小拉达，只露出一个头，失去了行动能力。尽管小拉达还有意识，但这样的情况显然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必要了。目睹这一幕的幸奈及时地宣布了结果：恭喜您喽！独角虫回到夏燕肩上，同情地看着被束缚住了、眼神呆板的小拉达。他蹭了蹭夏燕的脖子，轻轻呢喃了几声。他们暂时还顾不上别人。待到夏燕跟着幸奈离开，站在对战场地边一直面无表情的研究人员将小型电脑上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了主管的电脑上，然后走到场地中心无法动弹的小拉达面前，拎着他来到个阴暗逼仄的冷硬房间，直接把他丢了进去。哼，废物！主管办公室，骆驼接收到了技术部门的信息，看着关于夏燕以及独角虫的各项数据评级罗列在表格中。训练家夏燕，精灵独角虫，身体下等，速度中等，招式中等，反应下等，默契上等，综合评定中等，实力评估初级，评价
相较于野生的独角虫更为出色，但仅此而已。除了与训练家的默契比较可观外，没有任何特点。注：训练家夏燕具有一定潜力。还真是平平无奇的独角虫。不过，这个训练家还是有点意思的。骆驼把玩着手里的钢笔，并没怎么放在心上。这样的训练家，他就算没见过100，也见过50。重点是以独角虫作为主力精灵培养的训练家，注定将来成就不会高。只是作为陪练，也够了。简单的点评几句，骆驼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毕竟只是个训练独角虫的训练家，顶多就只能算是个比较出众的捕虫少年。按下电话上的一个特殊按钮。幸奈，安排一份基础的合同。好的，骆驼主管。电话那头响起幸奈的声音。大厅里，这是合同，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签字吧。幸奈拿出了合同说道。夏燕点了点头，拿着合同仔细看了起来。前世他就吃过没仔细看合同细节，结果被公司摆了一道的亏，所以这一次他看得特别仔细。过了片刻，一共3张纸的合同看完，夏燕抿了抿嘴唇，忍不住问道：其他的都没问题，但最后这条，如果我的独角虫进化了，合约就算自动解除，是什么意思啊？幸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就是字面的意思。作为将来的同事，我只能给你一个信息：我们俱乐部致力于全波精灵可选的陪练模式。上一任使用独角虫的陪练，他的独角虫昨天进化了，所以你今天才有机会。夏燕恍然，原来如此。略微沉吟后，他问道：那如果我的独角虫进化成了铁壳蛹，但我还想继续在俱乐部工作，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拥有另一只更为出色的精灵，或是对战中击败同样拥有铁锹蛹的陪练。幸奈说完，又提醒道：不过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哦。谢谢，我知道了。夏燕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基础合同，你的薪资构成比较简单，底薪加提成，底薪为1个月8000联盟币，提成为 20%。每个点你作为陪练的俱乐部会员支付的报酬中，都会抽取 20% 作为你的个人报酬。这些都已经写在合同里，幸奈只是重申一遍。8000联盟币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底薪，直接达到了金皇室的小康层次。不过这对于一名训练家来说，还是有些杯水车薪。而且金皇室的消费水平可不是一般的高。我可以提前预支吗？幸奈扫了眼夏燕的穿着，略微思索后说道：可以，不过最多只能提前预支 40%， 等会儿你拿着合同去找财务就好。谢谢。夏燕回道：上班就从今天开始吧，这是你的私人号牌，也是你专属房间的号码。幸奈从柜台中拿出了一个号码牌。0451。夏燕去财务提前预支了 40% 的基本工资，手里揣着3200块，顿时感觉自己一下子又活了过来。拿着号码牌来到俱乐部员工的专属房间，空间不大，但里面有床，有书桌，甚至还有独立的厕所。不得不再次感叹希尔福公司的财大气粗，居然每个陪练都有自己的专属房间，而且陪练的工资也相当可观，绝对是同行业中拔尖的存在。独角虫看到床，有些好奇地蹦了上去，瞬间就被柔软的床给征服了。在床上欢乐地蹦跶着，已经忘记了刚才对战时那只凄惨的小拉达。夏燕看着他欢乐的模样，也笑了笑，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不能因为找到了工作就放下紧绷的心态。独角虫的发育周期极短，一旦它进化，夏燕就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但他又不能为了工作而特意限制独角虫的成长，这和他找工作的原因相悖。他是为了让独角虫更好的成长，激发出它最大的潜力的。所以独角虫还是要保持原本的成长速度，在那之前尽可能的挖掘出它独角虫形态的潜力。拿出一张纸，
夏燕在纸上开始书写这段时间所需要注意和准备的东西。购买适合独角虫的精灵食物，购买关于虫系精灵和毒系精灵的书籍，学习培养知识，开发独角虫的毒素，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一条条的罗列短期的计划和方案。独角虫进化后，它也不可能再去收服另一只精灵，本身的资源就少，培养独角虫都捉襟见肘，更何况培养第二只精灵了。夏燕估计，在独角虫进化成大针锋前，拥有足够的战力之前，都不会尝试收服第二只精灵。现在住房问题倒是解决了，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再次感叹了下希尔福公司的有钱。按照俱乐部的规定，在没有会员使用的时候，训练场地上的训练器械，员工可以随意使用。福利真好。而且上班的时间也很人性化，只要没有会员点名，就算是休息时间。但如果有会员点了，哪怕是在睡觉，也要马上起来。在房间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忽然的，墙上的通知器就响了起来。工号0451，9号训练场，3分钟内到。能听出是姓奈的声音。好的。按住回话键说了一声，夏燕抱起了还留恋于软床的独角虫，急急忙忙地朝着9号训练场地跑去。希尔福精灵对战俱乐部很大，所幸陪练的房间距离训练场并不远。刚一进入，就看到了个13、14岁的小胖子，揣着3、4个精灵球，一副我很有钱的模样。看到抱着独角虫跑进来的夏燕，不屑地撇撇嘴：喂，独角虫是吧？先拿你练练手，等会儿再换人。似乎是想要在独角虫身上寻找优越感。记住，我叫剑二，是将来要成为关都地区冠军的人。你作为我陪练的这一刻，将会是你这辈子最高的荣耀。我看你不应该叫剑二，应该叫中二。夏燕心里忍不住吐槽，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把独角虫放在地上，轻声说道：不用紧张，等会听我的命令。独角虫点点头。经过了一次对战后，他的信心明显建立了起来。中二少年剑二犹豫着先派谁上场，思索了一下后，随手丢出去其中一个。就你吧。伴随着精灵球的红光闪过，一只翠绿色的精灵出现在场地中，皮肤呈蓝绿色，并附有深绿色的斑纹，外表类似蟾蜍，有着鲜红色的眼睛。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背后那个鳞茎状的种子。这副熟悉的形象和外表，关都地区御3家精灵之一的妙蛙种子，人送爱称蒜头王八。不愧是能在希尔福精灵对战俱乐部拥有会员身份的人，连精灵都是非常珍贵的妙蛙种子。哒nha哒nha，妙蛙种子出来后就轻轻地叫唤了声，声音很清脆稚嫩，似乎并不是一只经过专业培养的精灵。夏燕眯了眯眼睛，作为草系和毒系精灵的妙蛙种子，属性算是比较出色，种族值更是领先独角虫非常多。但如果要战胜独角虫，其实并不是个合适的选择。至少妙蛙种子的草系技能只能对独角虫造成1/4的伤害，毒系技能也只能造成一半，并且实力相近的情况下，毒系精灵免疫中毒的负面效果。开始吧！剑二喊道，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妙蛙种子面对独角虫时的缺陷。对战开始，夏燕也就收起了各种心思，专心应对。妙蛙种子，日光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剑二直接喊道：大奶！妙蛙种子一脸懵逼的回头望着自己的训练家。日光术是草系精灵的终极招式之一，破坏力异常恐怖，缺点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积累蓄力。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妙蛙种子，基本上是不可能掌握日光术的。是吗？还没掌握吗？那么使用飞跃快刀。大奶！所以是刚刚收服的妙蛙种子，连基础招式都没弄清楚，就想来找自信。和课上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啊！剑二抓了抓脑袋，
他是金黄市精灵学校的2年级学生。经过了1年的理论基础知识学习后，这是身为2年级的他第一次指挥精灵作战。本以为已经将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掌握的他，已经开始幻想拳打南山天王，脚踢北海冠军，最后登顶冠军的画面了。和原著中抱着皮神就硬刚大岩蛇，嘴里喊着要成为大师的智神何其相似。但很显然，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实战知识。刚刚领取了自己初始精灵的他，没有意识到这只妙蛙种子也是第一次接触对战。这种情况于俱乐部来说并不少见，因为俱乐部的一部分业务就是引领初始训练家如何对战，甚至就连夏燕的员工手册上也写了该如何应对。只要钱给足，让一群精英训练家手把手教都可以。你的妙蛙种子应该只掌握了基础的撞击、叫声、藤鞭等招式，至于说有没有遗传技能，这就需要你去摸索。夏燕说道。是吗？剑二有些疑惑地抬起头。应该，我有点好奇，你在你们班排多少名？夏燕好奇道。也不是很高了，也就27名。剑二倒是没有他一开始表现出的那么目中无人，或许他只是有点中二，并没有什么坏心思。27，那也算是中等了。我也觉得，怎么说班里也还有一个不如我的。所以你们班一共28人？夏燕有些无语。那么这样的场面发生，他也就不意外了。理论上是，不过他上了1个月就没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了，不说这些，开始对战吧。妙蛙种子使用藤鞭。打那！终于有一个招式可以用了。妙蛙种子表示自己可太不容易了。只见从妙蛙种子的后背与种子状的根茎衔接处，抽出了2个手指粗细的绿色藤蔓，朝着独角虫拍打而来。避开！夏燕命令道。对独角虫而言，这样的攻击速度并不快。